会觉得他寂寞呢？欢迎大家收看《最佳损友》。通常呢，我们看到有才艺、有颜值的男女，把他们凑在一起，又是最佳拍档，我们就把他们比喻成金童玉女。今天呢，我们邀请来的2位来宾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。让我们欢迎莹莹还有 Edwin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莹莹。大家好，我是 Edwin。OK， 看你们好像有点小尴尬哈，所以你们认识多久的时间？刚刚不久而已。不熟，我连他的电话号码都没有。哦，刚刚进棚的时候才见面。对。哦 ，OK， 那我可不可以就是请你们用一个字或一个词来形容对方？我想到了，好，呆，可以简单的诉说一下为什么吗？就呆头呆脑。哦，呆头呆脑。OK， 没事，换你了。他对他的朋友很有爱心。其实不要再说了，可以了。我要先拍完这个文就删除掉了。你们2个的默契其实应该需要很多考验的，所以我们现在马上进入第一个环节——蜻蜓点水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我们的蜻蜓点水的环节，跟2位解释一下我们游戏的玩法，就很简单的，我会问你们各3道问题，然后如果你们答案相同的话，我们就算你过关；如果答案不相同，那错的那一方就要受惩罚。好 ，OK， 可以吗？那受惩罚之前，我需要请一位非常 extra 的帅哥进来。帅哥，请把惩罚端上来。很不屑的表情。Hello。哎呦，这是干嘛？好了，可以了。好，马上站起来。到了，谢谢。我先跟你解释一下，通常他对你这个态度是因为你比他帅。好，我们请2位把你们的惩罚亮给我们的机器看，好不好？柠檬，对。好，第一道题 ，Edwin 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是？3、2、1，请亮答案。Naruto。哎呦，有耶！要猜对，其实那个范围非常广。哇哦！但他是有一直跟你谈纳鲁多的事情吗？没有，因为我被他影响，所以我也开始看 Naruto。对，他现在才开始看。第2题 ，Edwin 最常 visit 的网站是什么？好，请亮答案。3、2、1 Facebook。OK， 那我的手卡里面说我必须检查手机，所以我需要看一下你最后一个网站是什么？我一开我是在这边了。哎呦，果然是在社交网站上。OK， 过关。耶！好，下一题 ，Edwin 最受不了莹莹哪一点？如果答案亮出来是太美还是什么，我会生气哦。好，请亮答案。我真的不知道。有来一个了。真的不知道。这题我觉得是他故意要让你知，对不对？我真的不知道。真的没有，对，挑拨离间呐！不可以，我想我知道。对啊，为什么我没有想到啊？因为你不在意，你不在乎这个缺点。好，就这样 ，OK， 可以了。谢谢。还是要吃柠檬的，不用吃柠檬就可以了，不用谢谢。我们先拿一片柠檬，然后请享受你的柠檬时间，把那个汁吸出来。那现在我们把焦点转到 Edwin 身上。第一道题目，莹莹泡泡茶的糖分是多少？是几%？好，亮答案。 50。哦，其实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喝泡泡茶，可是是因为是幸运在注意学到的饮食的关系吗？所以你不常喝，还是你不爱喝？他不喜欢太甜吧？对，Not bad。好，下一题，莹莹不喜欢自己脸上的哪一个部分？千万不能答没有。好，3、等一下2、1，请翻牌。写好。OK， 你写。OK， 不能我看到了。对，你看到了。可是我是要写黑眼圈。
哦呀，哎呀请吃一片柠檬。是柠檬耶，我早上每次都会吃一粒柠檬，然后一粒吗那你吃多一？OK，点我们可以配合你的，你吃完整碗。 OK， 我吃。看他手非常顺，也非常习惯。真的后来来了，没有，晚上也会吃一粒柠檬再睡觉。好，下一题，嗯莹莹最受不了 Edwin 的哪一点？3、2，等一下，我忘记怎么写，等一下，亮答案。我写不了哎，sorry。这个不一样，嗯，因为就是说你太过疯狂。 OK， 你现在换成中文这样讲就有点奇怪。你有点疯癫，疯癫也很奇怪，好，对不对？可以了，可以。然后你是觉得他太无聊，有时候呢，这个我真的不知道，现在有一我没有点心酸，我要解释。跟柠檬一样。好了，没事，这他解释的当然。你先拿一片柠檬吃，因为就算是如果听得太伤感，你可以用柠檬来掩饰。啊，其实我没有哪里是最讨厌他的嘞，客套话。真的。好了，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了。客套话，我不想听。我觉得这个环节里面，你们的默契算是还不错的，但是这是热身题， OK，所以我们拭目以待。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，水深火热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我们的水深火热，所以在这个环节里面呢，差不多相似为我们的蜻蜓点水，但是这里我会问你们各2道问题，那答错的那一方呢，就要站起来转一下这个转盘，然后你看到转盘上面有不同的数字嘛，那不同的数字呢，就会代表你的命运，我才会揭晓那个惩罚。好，一样，这些问题是针对 Edwin 的。第一道问题，如果 Edwin 需要出现在一部电影里面，是为男主角，你觉得他会要谁演他的女主角？本地艺人哦。哦，本地艺人啊。 3、2、1，请亮答案。哇，这个我想知道为什么。 OK， 很简单，因为虽然他也是一名演员，不过我们以前有演过兄妹，所以如果演情侣就有一点奇怪。我也是演员啊。我们可以啊，好啊。我也是演员好，啊。那我们现在就来一场没事。好，下一题，如果 Edwin 不当演员，他会选择什么职业？应该不可能。我觉得我猜错了。OK， 我也是这么觉得。好，3、2、1，翻牌。哦，photographer。哦，对，他很喜欢陶艺。哦，所以你要，对，你要做那个还是不同年代，你们不懂。他要你做他的女主角在前面，然后这样子。他应该比较难，因为手没有这么长。我从后面环抱他，那个可能性比较大。好啊，我也不介意。好了，所以这一题算答错了 ，yes。好，所以请莹莹转吗？是莹莹转，1、2、3就转喽，1、2、3，Go。8号，哎呦，8号这个我还蛮喜欢的。莹莹必须你必须拍一个自拍，但是要丑的，就是好笑的自拍，然后把它 po 在你的 IG 动态。OK， 我们现在要拍那个 IG 动态，要丑的哦，要丑的，就一张照片吧，不是这样的，Boomerang 也可以，要非常丑 ，OK， 自由发挥 ，OK， 这样够丑吗？你弄不够丑啊，告诉你。3、2、1，可以放 filter 吗？不可以。Black and white filter 了。不行，纯的不行，我要纯的，不可以，这有点像最纯的状态。 OK， 好，OK 啦，对，来 pose 啊。OK，posted。好 ，repose。好，那我们换成就是要问关于莹莹的问题，然后如果 Edwin 答的不对的话，就是跟莹莹的答案是不相同的，那受惩罚的就会是 Edwin。很兴奋吧 ？Yes。OK。好，第一道题目，我想问一下，莹莹上一次哭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什么事情而哭泣？好，3、2、1，请亮答案。
你会觉得他寂寞呢？什么意思？因为他还没有告诉我他的工作，他有为了工作而哭，所以我就打给你说 ，Edwin， 我寂寞。 I'm very lonely， 你可以来我的 island 找我吗？好啦，那个 lonely 我就不问了，好不好？因为很直接。那我想问一下莹莹，所以你最后一次哭的原因是因为工作压力大？对，哪里来的压力？为什么你会觉得压力太大导致你想要哭泣？其实是自己给予的压力，因为我很久，我应该休息有半年了，然后这个角色是对我来说蛮有挑战性的，所以我就非常有压力，因为我担心会做不好，还是会 lose touch。你应该也知道，我们的工作环境有时会有很多压力。对，所以你就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无形压力。我想做得很好，比之前更好，所以就每次晚上在读剧本的时候就你太过入戏吗？还是读的时候太过入角色而太有压力？还是你会觉得不是就读，然后很多就觉得台词你很难去摸索到它？对，因为通常刚开拍的第1个星期，你还在慢慢适应，对。所以你有打给 Edwin？ 哎，没有啦，我只是跟他说我 lonely 而已。对，我就刚好问你，如果不是打给他，跟他说上一个 text， 他的确没有看。我们了解，就是在这个圈子真的很不容易，太久没有去捉摸演技这一方面，是会导致我们有一点生锈啦，对不对？然后导致给我们自己无形的压力，所以没关系，看来你们的默契有点欠佳，感觉是有点不平衡。觉得很没关系，你觉得很好，反正答案是不相同的，但我还蛮喜欢你的答案的。好了，我们请转盘。好6号，然后看看瞧瞧哦，我们要请 Edwin 模仿猫的动作，猫的动态30秒。好，我们请我们可爱的喵咪出场。好大只的猫，好可怕！老虎们，好，这是什么状态？然后呢？然后猫自己梳洗的时候。好，我们下一道题目，请问莹莹最在意的择偶条件是什么？好，3、2、1，请亮牌！这是你知道考试的时候，然后老师说把笔放下来，还在写的那个那位学生就是他，请亮牌。我写可靠。Someone who knows how to take care of 哦 her ，sorry， 我本来写 caring 那我以为有分别吗？就一个是可靠，一个是关怀。有点阴阳嘞，我觉得。在 Thesaurus 他们是一样的字。对，synonym 我正式宣布，一面倒，请转轮盘。I'm so sorry。哦，中间啊，中间2个都有。是。好，转盘的数字是4号，让我看一下。哎呦，你有口福了，请就坐。OK， 吃东西我对最在行。你最在行，我也最喜欢看这个，就是喝我们精心调配的一杯饮料。帅哥，请登场。哇哦，这也是58%的。可以了，好，不需要跟他抛媚眼，为什么你不跟我抛一下？好，哇，这杯饮料的颜色哇哦，非常特别，有点像奶茶。奶茶。虽然是一杯饮料，不过闻一下感觉如何？有肉的味道。不是说是食神吗？哇，真的。好喝吗？哇，里面有什么？哇，好奇怪，是什么感觉？是粉粉的，然后又有一点水果的香味。OK， 其实它没有需要喝完错。吗？不需要 OK 一口就可以了。 OK，对，因为它真的看看起来，
好，让我来揭晓里面有什么。它是没有错的，是有算是肉类啦，它是金汤鱼，然后我们也有放芹菜。那你尝到的水果味道呢，是来自我们的 Gummy Bear 哇哦，水果糖。好恶心哦。好啦，我们马上进入第3个环节，坦诚相待。好，来到我最喜欢的环节，坦诚相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我不需要问问题啊，你们也会很开心，因为不需要受惩罚。哦，OK。所以这边是你们互问对方一道问题，那你们必须直视对方的眼睛，然后被问的那一方，你的答案要非常诚恳，也要非常老实，好不好？那谁要先开始？我先问，哎呦，很好，那就由莹莹先。如果你能回到过去改变一件事情，What would it be？ 哇哦，我觉得我会回到过去，改变一些对恋爱做的选择。等一下，这位友人，我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？对，这位友人，哇，这就是你的笑让我有很多画面。OK， 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很诚实的人，所以他问我这个问题，我一定会说出来。看来你的就是那一段恋情应该不是很理想哈。对，不是很理想。没有助于他个人成长啦。其实那个错误会导致我有一个很长，可能几年的时间都一直在回想。不过也就是因为那时候的错误，导致我变成我现在的自己。好，现在换你来问莹莹一道问题。哇，我很紧张。OK。What's your biggest insecurity？ 哇，你对自己最没有安全感的地方是？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不够好。哇，突然间这气氛很沉重哎。没关系，我们这个坦诚相待的单元呢，这个环节就是非常温馨的。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不够好，可能有时候maybe you try very hard， but 你做不到自己想要做的效果，还是 you can't reach what you try to achieve， 还是可能你觉得自己已经不错了，可是你想想看，我可以更好，我为什么没有这样做？这个答案也是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你觉得呢？因为你必须要你接受。我觉得，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，莹莹都是一个就是蛮完美的一个人。蛮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听不到。蛮完美的一个人，所所以我其实也蛮想。我等一下 transfer5块钱给你，就5块而已啊，5块。对，我可以的。Friend discount。呀，所以我也想听听看。我觉得你们这一组非常特别，因为其实看起来就是感觉得到莹莹对你的了解是比较多的，但你在莹莹的生命中，就是在这段友情里，我觉得是不可缺少的一位好朋友，因为他时不时他很寂寞都打给你，说他寂寞。是真的，我们很多时候都从凌晨12点聊到早上4点这样。对，很难得了，因为在这个演艺圈有好朋友是我觉得蛮难得的。对，因为我们可以理解对方工作的压力，还有一些可能遇到的状况，我们都能够理解。好，非常谢谢2位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。真的很多音效，非常多。剪接师，你不需要放音效了，他们谢谢2位参与我们这个这个单元这个游戏。然后我只想跟大家说，在这段演艺圈的道路上，真的要找到知心的朋友很不容易，尤其是因为我们大家的生活都非常忙碌，然后加上如果我们跟外界的朋友跟他们诉说我们的苦的话，他们有可能不了解我们在这里面对的困难，所以在这圈子里面有碰到知音、碰到知己，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。还是那一句话，希望大家在人生的道路上可以找到自己的知音跟知己，
好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最佳损友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拜。